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宇宙和神明在当下希望你们去做的事情是什么，给到你们的指引是什么。那在我们的这组牌里边呢，有3组牌。在我们这组占卜里边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啊。那么第1组牌我们抽到第1张牌 Creating Sacred Space 啊。那我看到这张牌，我第一感觉就是你们最近太累了，失去了一种意义感和方向感，会感觉到很多事情你们只是在单纯的去不断的重复它。事情的发展处在了一个瓶颈和停滞的阶段啊，你们内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又没有人能够疏导你们，这就会让你们自身处在一个阻塞和卡顿的阶段里边。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宇宙和神明啊，想让你们创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是近期你们的时间是无限的被压缩的，或者说你们的时间是被剥削的，不属于你们自己。你们要有一个就是这种重新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抢回来的感觉，给自己创造出一个避难所，让你们能够平静的在这个时空里边去恢复自己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神圣的空间就是类似于把自己当成是一部手机，之前你们一直都在无休止的接收信息，但是现在你们要去给自己开启一个飞行模式，能够随时随地的去关闭进程，却不为此而感到恐惧的一种确认。第2张牌呢是 Power of Empathy 啊，一种共情的力量啊。我觉得这张牌呢，这种共情其实不是和你们身边的人共情，而是和你们自己共情。这张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你们的性格非常的敏感啊，这种敏感的性格会给你们带来痛苦，因为你们太过清醒，很容易能够觉察到别人的想法和困难。那你们的这种不由自主的换位思考，其实会给你们带来内耗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很想让自己任性一把，但是又不忍心伤害周围人的情绪啊，不断的想要满足别人对你们的期待，不由自主的体谅别人，这就会导致你们内在的情绪是压抑的。这张牌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需要更多的去共情你们自身内在的情绪和感受，要先学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而且你们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自己的情绪的界限在哪里。你们没有承担他人情绪的责任，你们要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就是保护你们自身的情绪，你们的情绪的优先级是最高的。那么第3张牌 Intuitive Walking 啊，它是一种直觉式的思维漫步啊，不要给自己设限啊，就是尤其是这种思维层面的限制啊，你们可能总是会给自己打退堂鼓，或者说第一时间否定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你们要做的是让自己的思维天马行空，开始漫步，开始跟随自己的直觉，才能够找到你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这张牌其实是在鼓励你们去天马行空，去思维漫步。你们需要改正的一点就是，你们总是在用一种内在的理性去否定自己的感受，你们会总觉得这样想是不是太过疯狂，太不靠谱，就是你们用一种过度的理智压制了自身感性的一面所带来的灵光乍现的那些时刻。这张牌就是让你们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有的时候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保持理智，因为你们自身的感觉啊，它是内在灵魂层面最高级别的指引。这种直觉来指引你们的过程啊，你们会体会到一种能量灌溉的感觉，它是由内而外的。尤其是在做一些选择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过分的权衡利弊，做出的那个选择可能长期来看它不是最优解，而是跟随感觉，跟随你们直觉做出的那个选择，在短期来看它也许不是最明智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你们却能够因此而受益。那么第4张牌呢 Moments of Gratitude， 它是一种感恩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啊，与其惋惜不能再见，不如感恩曾经遇到。就是说这种思维层面的转变能够让你们无时无刻都拥有一种乐观的积极的开朗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在人际关系里边，你们要坚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因为这能够有效的拉近你们和别人的距离。有的时候感恩的力量它就可以消除阻碍，它能够让你们身心灵合一，加速显化。
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Ego 啊 ，See from higher perspective 啊，要有一种大局观，就是不要太过于在意短期的得失，也不要害怕短期内的牺牲和失去，因为如果你们惧怕一时的不良影响，那么可能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作为代价。短期内看淡得失，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这可能是你们要做的一个抉择吧，就是在短期价值和长期发展之间来回的摇摆。那么这张牌就很明确的告诉你们，要选择在长期主义的角度能够带给你们长久利益的事情。第二张牌是 Heart Guardian Love and let yourself be loved， 重新找回一种爱的感觉啊！我觉得你们可能现在有一点好像是把自己刻意的在变得无情，好像刻意的要把自己从这样的一种感受里边抽离出来啊。可能你们觉得只有这种无情或者说绝对的理性才能够帮助你们实现目标，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只有真正能够让你们内在源源不断的拥有这种驱动力，其实是爱的力量。这种爱它有很多啊，是你们源自于对某件事情的热情，也是你们身边的人你们的亲人给你们的爱，它是各种各样的爱，它会形成你们自身的一种内在的内驱力，它更像是你们和这个世界建立的一种羁绊。你们和这个世界建立的羁绊越多，你们内在就越充实，你们离虚无就越远。但是如果你们逼着自己让自己绝对的理智啊，那么在很多事情上你们内在的动力是不足的。所以说要让这种爱填充你们，不要害怕这种感情，他们是你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支柱啊！不要否定这种感情，这种爱它的这种本质吧，我觉得是源自于你们对于自己的爱，最原始的一种爱，爱自己，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这张牌我觉得你们之前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啊丧失了对于爱的期待，你们可能会觉得没有期待那就不会失望啊，所以说你们放弃了对于爱的这种期待。但是我想说，对于爱的期待它也是你们自身幸福感的一种来源。当你们放弃了对于爱的期待之后，其实你们也放弃了快乐，放弃了自己可能会得到的幸福。那么这张 Earth Guardian Stay Rooted and grounded， 就是让你们的能量落地，让你们重新脚踏实地的回归到现实当中，去爱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让自己活得具体一点啊。这种具体就是陷入到一种琐碎的生活里边，这种具体就是让你们能够确确实实的感受到自己是在活着的。你们要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封装到具体的东西里，投射到具体的东西里，创造具体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具体它就等同于创造，你们要成为一个创造者，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表达，然后才能够不断的盛开，不断的绽放。那么这张 Unleash the Wild Within 要释放一种野性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太乖了，太顺从了，你们的人生可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历过那个叛逆的阶段啊。这张牌就是让你们去找回那个最原始的自己，最旺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自己，然后把这种野性啊，把这种叛逆释放出来。我觉得这种叛逆它就等同于逃离某个地方，逃离某种生活模式，不会听从或者说人云亦云，而是自己做决策。这种叛逆会有一点像是对于禁忌的挑战，代表的那个规矩的围墙的翻越，就好像是顽童般纵火闯祸冒险受伤，最后被惩罚，才能够最终找到那个自我主宰和支配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大声的去宣布自己的一个计划，或者说勇敢的做出一个决定，有可能会遭到周围人的反对，但是这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次宝贵的叛逆和逃离，它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新的体验和新的成长，它会让你们确认你们的人生是掌控在自己的手里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 The Rose Meditation 啊，给自己制造一些浪漫的充满仪式感的时刻啊，也就是说给自己制造一些美好的时刻，比如说买一束花送给自己，或者说参加一个绚丽的盛大的灿烂的典礼活动演唱会，
看一场烟花，就是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感受这个世界的烟火气啊！你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这种浪漫，会让你们的时间被铭记啊，浮躁的心会沉淀下来啊。你们可能不喜欢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东西，但是呢，总有这么一小部分美好能够留住你们。第二张牌呢是 Messages from Spirit 啊，宇宙和神明希望你们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可能近期在纠结吧，某件事情要不要做，或者说你们在纠结某件事情要不要坚持下去。这个时候呢，其实并不是你们向外界求助的时刻，而是你们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当你们为了一个梦想如此的坚持，无怨无悔的投入，即使在当下没有得到可见的结果，但是却实实在在的让你们的内心充盈过。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内心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就是对于某件事情要不要坚持做，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你们现在可能是缺少一个明确的反馈吧，就是对于坚持的这件事情，但是你们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又不知道该做什么，自身缺少一种价值感和对标物，导致你们变得有点浑浑噩噩，甚至可能会陷入到虚无主义里边。所以说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你们，你们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推着你们往前走的。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悲观的预期吧。也许你们现在坚持的这件事情，继续坚持下去也没有结果。但是呢，你们在坚持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会在某个点、某个阶段产生突变，突然的给到你们大量的回馈。也有可能是你们在坚持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意外的发现另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就是其实还是让你们继续坚持的走在你们选定的这条道路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不期而至的惊喜。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Clear Audience， 超听觉的体验。那么我觉得可能宇宙想要通过这张牌告诉你们，这段时间里边你们要保持一种敏锐的觉察力。你们可能在这段时间意外的听到一些很重要的消息，或者说机会啊，你们近期在这段时间当中从外部世界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很有可能会帮助你们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和改变。而第四张牌呢 ，Be of Service， 宇宙和神明在近期希望你们做的就是你们要在尽可能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到别人。你们的这种帮助啊，你们伸出的这只手很有可能会给你们带来超预期的回馈，因为你们帮助的这个人，他可能未来会给到你们更大的福报，或者说你们的这种帮助会让你们阴差阳错的认识到新的朋友，阴差阳错的开启人生的新的可能。不要吝啬自己的帮助啊，要有一种服务意识，要有一种就是你们对别人施予的这种帮助啊，其实会给你们自身带来一种正向的反馈，会增强你们的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因为你们通过这种行为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被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Shell Maiden 啊，拿着盾牌的女战士啊，你们近期可能要做的就是 make plans and focus， 去做出计划，并且聚焦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面啊。这个做出计划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们的计划能够给到你们一种清晰的路径感，能够让你们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去分配和利用你们的时间。而 focus 就是要专注的使用你们的时间，利用你们的时间，集中时间在一条线上面，朝着一个方向和目标持续的积累，才能够实现常人不易实现的目标，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你们要做时间的朋友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做计划其实本质上是对于时间的一种高效的利用，不要消费时间，而是要利用时间去生产，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消费。你们怎么利用时间，时间就会怎么回馈给你们。因为时间它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资料，它既是投资品，也可以是消费品。有计划的去分配和管理你们的时间啊，这个时候你们成长的速度将会加快，你们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将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专注本身它就是最大的显化力啊！我们专注什么，我们就是在加持什么；我们专注什么，我们就是在显化什么。这张 Oracle 啊，宇宙和神明在告诉你们，近期可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来传达给你们，或者说近期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你们的内心可能也会有一点忐忑，因为你们能够预感到接下来的3到6个月之内啊，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改变。这种转变它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在长期的积累当中，在某个时刻某个时间点发生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马上就要来了。保持你们的专注，保持你们自身对身体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种觉察，你们会很快的发现这种改变会如何作用于你们，影响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动荡和混乱，但是你们要记住啊，只有在混乱当中，往往才能够出现向上生长和发育的阶梯。第3张牌是 Elder 啊，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呢，你们在一些事情上可能迟迟没有办法取得突破和进展，这个时候不要一个人钻牛角尖。 Elder 就是尝试着对外去求助一个比你们更加有智慧的、年长的、更有经验的人，你们会得到一些启发，你们会在和这个人交流的过程当中继承他的智慧，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第4张牌呢Mirror Guardian Take time to reflect 啊，宇宙和神明想要在当下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可能现在需要停下自己手中做的事情，然后去做一个深度的思考一些关于本质的问题。你们现在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怎么做才能够扬长避短？你们可能之前太过于关注自己的短板和劣势，导致你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你们的优势放大。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可持续的，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优化整个流程。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并不是来自于年龄，甚至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对于经验的总结、反思和升华的能力。所以说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反思、复盘、总结自己的过去，得到一些新的感悟和体验。这个时候呢，能够帮助你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和判断。而你们过去经历的那些苦难，它其实从来都不是你们的财富，只有你们对于那些苦难、对于失败和挫折的反思，才会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你们的财富。去反思、去复盘、去总结、去梳理，不要让过去犯过的错误重蹈覆辙。一旦你们意识到你们在反思的过程当中犯了某种错误，就要立刻的改正它，及时止损。因为及时止损，多大的损失在未来来看它都是最小的损失。只有当你们回顾过去啊，你们才能够找到那种感觉，那种成功的感觉。你们过去曾经做成过某件事情，所以说当你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啊，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再一次的回顾那种感觉，那种达成目标的感觉，达成心愿的感觉。记住那种感觉，记住那种心想事成的感觉，它会对你们再一次成功、再一次得偿所愿有极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那第3组牌，首先第1张牌权杖国王啊，宇宙和神明想要给你们的一个指引吧。我觉得它是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对待，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做到极致，精益求精啊，不敷衍，不得过且过，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它是有一种，就是说这个权杖国王它是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的，就是你们认定了一件事情，你们就要去死磕它，你们越坚定，你们就越幸运。那么第2件事情呢是宝剑4啊，就是说这张牌其实从牌面上很好理解，就是要好好的睡觉，也要认真的对待你们的睡眠。你们的睡眠决定了你们一天的工作效率和你们的精神状态，它是最值得你们去投资的一件事情。不要熬夜，不要在夜晚的时候透支你们自己啊，好好的对待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体自然会给你们回报。第3件事情呢，我觉得星币4啊，它是一种节制，控制自己的欲望。星币4它是一种自律吧，我觉得这种自律不是靠你们的自我意志实现的自律，它本质上是大的欲望压制小的欲望。只有当你们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才能够放弃那些短期的小的诱惑。你们要通过预期，通过对于预期的管理，通过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来帮助你们实现一些
更大的目标，克服短期的欲望，从而实现一种更长远的发展。星币4呢，它也是一种提示吧，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掉入到消费主义的陷阱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就当一个人他去追求生活的必需品，当一个人去追求某种精神层面的愉悦的时候，他往往是勤奋且勇敢的。但是当一个人去追求生活的消费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变得懒惰且温和。而当一个人去追求生活的奢侈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变得软弱。那么要记住这句话，去追求一些更高级的东西，不要让自己被消费主义或者说享乐主义所困住。权杖4呢，我觉得宇宙和神明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要保持一个社交的习惯，保持社交的频率，要走出去和这个世界建立更多的连接。因为你们所有的偏见都来自于认知和眼界的局限性，你们要保持一种社交的频率啊，让自己不断的认识新的朋友。我觉得包括星币4啊，也是不要让自己掉入到消费主义的陷阱里，但是同时呢，你们也要去学会发现和珍惜那些生活当中简单的唾手可得的快乐啊，它不一定是你们非要去花大价钱才能够得到的快乐。比如说吃一顿大餐的快乐，一杯冰镇饮料的快乐，天边出现彩虹的快乐，老友重逢叙旧的快乐，跟你们爱的人和爱你们的人待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快乐啊，各种各样的快乐。就是说这种快乐其实是你们随手就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你们的不快乐并不是因为你们真的不快乐，而是你们不允许自己快乐。你们的不幸福也不是你们真的不幸福，而是你们不允许自己幸福。实际上此时此刻的你们可以立刻就快乐起来，此时此刻的你们可以立刻的去拥有这种幸福，你们已经拥有了这种幸福本身了。那么这张牌 Winter 啊 Take care of your needs， 我觉得你们可能一直都在委屈自己吧，委曲求全，或者说因为委屈自己的感受而照顾到一种更大层面的利益。但是这张牌呢，我觉得就是你们需要去回归到自我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精神需求上面啊，要满足自己内心在某种精神层面的需求。你们永远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要为了任何事情而妥协自己的感受，不要为了任何事情而委屈自己的感受，永远不要憋着自己，因为你们一旦憋着自己，就会不断的产生内耗。那么这张牌 Connect your emotions，就是你们自身的这种情绪流动可能会困扰到你们，但是你们的情绪本身啊，是你们的身体在尝试着和你们沟通的一种语言。不仅要看到你们自身的情绪，还要试图弄明白你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这个情绪背后它代表着什么。也不要仅仅是抵触和抗拒你们自身的情绪啊，因为每一种情绪它都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每一种情绪它都是一种符号，在试图告诉你们什么，就是你们要去试图解读这种情绪，而不要让你们自身成为情绪的奴隶。第3张牌是 Knight， Be brave and honest， 要诚实啊，不对自己撒谎。我觉得这张牌也是一种勇敢吧，它是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勇敢，敢爱敢恨的一种勇敢。这个 honest 这张牌啊，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诚实，不要对自己撒谎。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不要口是心非。结合这两个指引啊 brave 和 honest 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告诉你们要有一种勇气去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当中的需求，从而选择一种你们想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张 autumn release the old and the rest，我觉得你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也是宇宙和神明希望你们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翻篇，不要活在过去，也不要在不爱你们的人的身上浪费时间，要敢于放手，要学会的是课题分离，就不要把当下或者说过去的某种失败的瞬间成为你们人生当中永远的负担，不要让那种失败的瞬间永远的定义你们。你们必须要在这种失败和挫折当中成长啊，必须要放弃掉旧的课题，才能够迎接新的课题。
你们的人生只有在翻篇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新的篇章，所以一定要勇敢的往前走，不要回头看。生活的意义，它需要你们往前走才能够找得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珍惜当下拥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